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风故事。2001年春，云南某村庄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村民陈喜忠暴毙家中，死因成谜。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这并非一起意外事件，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毒杀案。而凶手竟是死者的妻子许勤勤和弟弟陈海忠。时间回溯到1年前，彼时陈喜忠和妻子许勤勤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许勤勤年轻貌美，而陈喜忠性格木讷，两人年龄差距较大，婚后矛盾不断。争吵过后，许勤勤负气离家，前往邻市打工，试图逃离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然而，许勤勤没想到的是，陈海忠竟追随而至。面对突如其来的小叔子，许勤勤心生不安，但出于亲情和礼貌，还是答应让他暂住几日。陈海忠的到来，为这个原本就不稳固的家庭埋下了罪恶的种子。陈海忠对许勤勤的美貌觊觎已久，他刻意制造机会接近许勤勤，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孤身在外，内心苦闷的许勤勤渐渐放下防备，将陈海忠视为倾诉对象，而陈海忠则利用他的信任，一步步将他拉入深渊。某个夜晚，陈海忠借口买夜宵，敲开了许勤勤的房门。酒精的作用下，两人干柴烈火，冲破了道德的底线。事后，面对惊慌失措的许勤勤，陈海忠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更加大胆地提出要和他永远在一起。然而，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最大阻碍，便是陈喜忠。为了能够长相厮守，陈海忠将罪恶之手伸向了亲兄，于是就买了毒药，毒死了自己的哥哥。陈喜忠的死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了一些疑点。陈喜忠死前曾出现呕吐、腹痛等症状，且体内检测出毒物残留。妻子许勤勤表现异常平静，似乎对丈夫的死讯并不感到意外和悲伤。这种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死者妻子许勤勤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对于丈夫的死，她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都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人死了，就入土为安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办案民警记忆犹新。据村民反映，陈喜忠和许勤勤夫妻关系并不和睦，经常发生争吵，而陈喜忠生前身体健康，并无突发疾病的迹象。种种迹象表明，陈喜忠的死并非意外，而是另有隐情。经法医鉴定，陈喜忠系机械窒息身亡。警方随即对陈喜忠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并重点关注了与死者关系密切的几个人，其中就包括妻子许勤勤。然而，许勤勤身材瘦弱，且案发时并无作案时间，似乎不太可能独自完成投毒杀人。正当案件陷入僵局时，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警局。信中称，陈喜忠的死与他的弟弟陈海忠有关。信中还提到，陈海忠与嫂子许勤勤关系暧昧，两人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封举报信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警方立即对陈海忠展开调查，并很快掌握了其犯罪的证据。原来，陈海忠一直对美貌的嫂子心生邪念。案发前，他曾多次给许勤勤写信，表达爱慕之情。正当村民们以为这桩令人发指的案件就此尘埃落定时，案情却再次出现惊人反转。陈喜忠的哥哥，也就是陈海忠和许勤勤的大伯，
认为判决有失公允，坚持为弟弟讨回公道。海中是罪有应得，但秦秦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杀害自己的丈夫？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陈大伯奔走于公安局和法院之间，情绪激动，言辞恳切。在他的坚持下，法院决定对案件进行复查。在复查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浮出水面：陈家邻居王老太。王老太年事已高，但记忆力惊人。她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当晚，她曾听到从陈喜忠家中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紧接着便是陈喜忠痛苦的呻吟。我当时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就没出去看，但是我听得真真切切，那声音绝对是喜忠媳妇的。他在喊：按住他，别让他挣扎。王老太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警方根据这条新线索，重新对许勤勤进行审讯。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许勤勤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自己参与杀害丈夫的犯罪事实。原来，案发当晚，陈海忠将毒药放入陈喜忠的饭菜中后，担心毒发时间过长，哥哥会挣扎呼救，便让许勤勤帮忙。丧心病狂的许勤勤为了能够和情人早日在一起，竟然答应了陈海忠的请求，在陈喜忠毒发时，用手捂住他的口鼻，直至其死亡。案件的真相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残忍和不堪。在案件复查过程中，警方发现陈海忠并非如他最初供述的那样，仅仅是因为爱情而走上犯罪道路，而是掺杂着更多复杂的情感因素，以及令人发指的预谋和冷血。据警方调查，陈海忠在老家时便对嫂子许勤勤的美貌心生觊觎，甚至还偷偷写过情书。案发前几个月，陈海忠得知许勤勤在林氏打工，便心生一计，辞掉工作，谎称外出打工，实则暗中前往许勤勤所在的城市，伺机接近他。为了能够和许勤勤见面，陈海忠编造了各种理由，甚至不惜编排哥哥陈喜忠的坏话，试图挑拨夫妻二人的关系。许勤勤在陈海忠的花言巧语下，渐渐放松了警惕，与他越走越近，只终究包不住火。某日，陈喜忠外出送货时，偶然撞见了陈海忠和许勤勤在一起的画面，顿时怒火中烧。怒气冲冲的陈喜忠将二人堵在出租屋内，对陈海忠大打出手。混乱中，许勤勤也挨了打。目睹心仪的女人被打，陈海忠怒火中烧，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了报复哥哥，更为了能够和许勤勤毫无顾忌地在一起，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杀掉陈喜忠。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海忠以赔礼道歉为由，邀请陈喜忠喝酒。酒过三巡，趁着陈喜忠醉酒不省人事之际，陈海忠残忍地用手掐住了他的脖子，直至其断气身亡。为了掩盖罪行，陈海忠和许勤勤连夜将陈喜忠的尸体装入麻袋，抛尸于偏僻街道。随后，二人又精心编造了陈喜忠失踪的假象，企图蒙混过关。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警方的缜密侦查和大量证据面前，陈海忠和许勤勤的谎言最终被戳穿，他们也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起案件是一出由畸恋引发的血案，更是一面人性的照妖镜。它警示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珍惜家庭，远离诱惑，同时也要警惕身边潜在的危险，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这起案件的真相
远不止如此。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在陈海忠掐死陈喜忠的过程中，许勤勤并非如他所说，只是在一旁帮忙，而是直接参与了这场谋杀。原来，在案发当晚，当陈海忠对醉酒的陈喜忠痛下杀手时，许勤勤并非完全没有反抗。据警方透露，在案发现场，他们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痕迹，以及许勤勤衣服上残留的纤维。经 DNA 比对，证实这些纤维来自陈喜忠的衣服。这些证据表明，在案发过程中，许勤勤与陈喜忠有过激烈的肢体接触。他并非只是被动地站在一旁，而是直接参与了对陈喜忠的杀害。办案民警语气沉重地说道：“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许勤勤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承认了自己参与杀害丈夫的犯罪事实。”据她交代，当晚当她看到陈海忠掐住陈喜忠的脖子时，心中也曾有过一丝犹豫和挣扎，但想到陈喜忠曾经对她的打骂，以及和陈海忠之间的爱情，她最终选择了帮助情人，将丈夫残忍杀害。我当时很害怕，也很矛盾，但我更害怕失去海忠。在审讯室里，许勤勤声泪俱下，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最终，法院根据最新查明的犯罪事实，对许勤勤的量刑作出改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许勤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这起案件是一起由激恋引发的血案，更是一场人性的审判。它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以及在欲望和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可以多么轻易地跨越道德的底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起案件也警示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珍惜家庭，远离诱惑。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要理性对待，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切勿走上犯罪的道路，最终害人害己。许勤勤的改判并非案件的终点，而是揭开了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许勤勤的供述中，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将案件引向了另一个高潮。那天晚上，海忠掐住我丈夫的脖子时，他的眼神很可怕，就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他一边用力，一边在我耳边说：“这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许勤勤的这句话让经验丰富的办案民警也感到了一丝震惊。是你逼我的这句话似乎暗示着陈海忠的杀人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和许勤勤在一起，而是另有隐情。办案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背后的信息，警方决定围绕这句话展开调查。他们重新梳理了陈海忠和陈喜忠兄弟2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案发前后的一些细节。最终，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原来，陈海忠并非陈喜忠父母的亲生儿子，而是当年他们抱养的弃婴。这件事在陈家只有陈喜忠和父母知道，而陈海忠本人对此毫不知情。多年来，陈喜忠一直将这个秘密深埋心底，他对陈海忠视如己出，甚至在结婚时还特意将新房留了一间给弟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海忠渐渐察觉到自己和家人的不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并多次旁敲侧击地询问父母，但都遭到了否认。为了弄清真相，陈海忠偷偷翻看了家里的旧物，最终找到了当年抱养他的证明材料。得知真相的陈海忠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怨恨，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哥哥和父母要对他隐瞒这么多年，更无法接受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
这种愤怒和怨恨逐渐转化成扭曲的报复心理，最终将他推向了罪恶的深渊。我恨他们，恨他们为什么要抛弃我？为什么要让我活在谎言里？在审讯室里，陈海忠的情绪彻底崩溃，他痛哭流涕，声嘶力竭地控诉着命运的不公。得知真相的陈家父母悲痛欲绝，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出于善意的隐瞒，竟然会引发如此惨剧。然而，这起案件的真相远不止如此。陈海忠的身世之谜将案件的复杂程度推向了顶峰，也将公众的情绪推向了另一个高潮。网络上关于案件的讨论愈发激烈，有人同情陈海忠的身世，认为他是环境的受害者，也有人坚持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他杀人的理由。真相究竟如何？警方没有放弃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对陈海忠的身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当年抱养陈海忠的并非陈家父母，而是另有其人。原来，当年陈家父母家境贫寒，而陈喜忠的母亲身体不好，无法生育。为了延续香火，他们动了抱养孩子的念头。然而，就在他们四处托人寻找合适的孩子时，村里一个名叫李梅的女人突然找上门来，声称自己未婚先孕，无力抚养孩子，愿意将孩子送给他们。陈家父母欣喜若狂，不顾一切地收养了这个孩子，并给他取名为陈海忠。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叫李梅的女人其实是一个骗子，她手里根本就没有孩子，而所谓的弃婴其实是她在邻村偷来的。我当年也是走投无路了，才想出这么个办法，骗点钱花。在警方的审讯下，李梅痛哭流涕，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真相大白，陈海忠并非陈家父母的亲生儿子，也并非被抛弃的弃婴，而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得知真相的陈海忠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痛苦之中。他曾经怨恨过父母的隐瞒，也曾将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命运的不公。然而到头来，他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如果当年我没有被拐卖，我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会不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会不会有一个爱我的爸爸妈妈？在看守所里，陈海忠一遍遍地问自己，却始终找不到答案。这起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残酷。它让我们看到了命运的无常，也让我们反思该如何去面对人生的困境和挑战。而对于陈海忠来说，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以及漫长的自我救赎之路。陈海忠的身世之谜最终以一种近乎戏剧性的方式落幕，却也留下了更多无法解开的结。得知真相的陈家父母如同五雷轰顶，他们难以置信，自己含辛茹苦养育了20多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骨肉，而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然而，血缘的纽带在这一刻显得如此无力。多年的相处早已让他们把陈海忠视为己出。海忠，是我们对不起你，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在看守所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陈家父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们紧紧握着陈海忠的手，仿佛要把毕生的愧疚和爱都倾注在这最后的时刻。然而，面对养父母的忏悔，陈海忠的内心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迟来的真相，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扭曲的人生。他曾经渴望亲情，渴望家庭的温暖，却在命运的捉弄下一次次地被剥夺。如果当年我没有被拐卖，
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案件的最后，陈海忠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宣判的那一刻，他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而，就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看守所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陈海忠留下了一封遗书，吞下了藏在牙刷里的刀片。我这一生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到头来，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不想再活在痛苦和悔恨中了，我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在遗书的最后，他留下了一个地址，那是当年拐卖他的人贩子所在的村庄。陈海忠的死给这起案件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也给社会留下了深刻的警示。人贩子的罪恶行径不仅摧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也扭曲了一个年轻人的灵魂，最终将他推向了罪恶的深渊。而对于那些被拐卖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命运又该如何改写？如何才能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找回属于自己的亲情和人生？这起案件也引发了社会对于拐卖儿童问题的关注和反思。近年来，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解救了一大批被拐儿童，但拐卖儿童犯罪仍然屡禁不止。打击拐卖儿童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公安机关呼吁广大群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反拐行动中来，为那些被拐卖的孩子们点亮一盏回家的灯。这起案件最终以悲剧收场，但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拐卖儿童的悲剧终将不再上演，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